着风声如地震来救你脱困。看懂你忐忑的心，读懂你的虔诚，为了你温柔的本甘愿为你牺牲。击退了危机，没有危险标志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吻。麦克已经开始战斗，不能停止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。这一战中来临，权力开始狂奔，权力开始变身，权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权力开始奋战，权力开始瞄准，权力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我早已把谜底看透，不需现在要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权力出击的那个我，停止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圣洁的爱是种无奈，带着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，激爆无限的力量就冲破困境，用神力我把邪神力都击败。都跟你说了，你这撮合大姐，根本就是乱点鸳鸯谱。大小哥见到白露姐，是不是扭头就走了？你自己看。不可能啊！哎，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是啊，一对男女出去开了房，他们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了床上，盖上被子，也可能是因为两个人想要一起看夜光手表。太好了，他们进展顺利，不就是我希望的吗？田小姐，你要是笑不出来，就别笑了。我们这些当妈的人呢，为母则刚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放在第一位考虑的都是孩子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只要孩子好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你这种恋爱都没谈过的人，不足以谈人生。我谈过。对，网恋，打游戏时认识的，看了照片低罩杯的遇见，陷入爱情，在游戏里面结了婚，给对方买了上万块钱的礼物。6个月后奔现了，连求婚戒指都买好了。见了面发现对方竟然是个男的。别管怎样，当时谈恋爱的心情是真实的，其他的就别提了。谁管你？走，咱俩单身狗吃大餐去。进去吧。李教授你好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再了解一些红时光的情况。你们抓到他了吗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明天新闻就会出来。死了也好，我遵守了我和薛灵桥的约定，没有说出来基因突变人的事。
如果洪世光在死之前被抓的话，他一定会曝光出所有的秘密。李警官，你想问哪方面的事？你被洪世光带到他的庄园做研究之后，你们俩有经常见面吗？是的，他很着急，希望我能尽快找出彻底杀死薛灵桥的办法，以及改造他。那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其他基因突变人的事？你发现了其他的基因突变人吗？哎呀，对，虽然像薛灵桥这种程度的基因突变是非常罕见的，但是人类人口基数庞大，再有其他的基因突变人也不足为奇。洪世光也想成为基因突变人，他最后决定让我把薛灵桥的红脊髓移植给他，那是冒着巨大的排异风险的。你最后没那么做，也许是救了他一命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移植当天，他说了一句让我琢磨不透的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，等我成为真正的基因突变人，他们一定会接纳我的。他们？现在联想起来，应该是指基因突变人的团体，或者是组织什么的吧。哎，家里怎么还亮着灯啊？可能是我出门忘了关了吧。真是一孕傻3年。电影7点半就结束了，他们竟然回来的比我们都晚。约会不就是吃完饭之后去看个电影，看完电影之后再去喝一杯吗？那很好啊，很顺利。你去休息吧，我也回去洗洗睡了。好。哎，田小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东东都会守在你的身边。哎呀，恶心死了！走了。哎，这什么味儿啊？发霉的味道。这国民女2号拿到的礼物就是差。哎呀，这能喝吗？这个爸妈，你们怎么又不打一声招呼就过来了？哦，今天不是来看你的，我们是来看我得了绝症的前女婿，他不在家，所以就在这儿等了。哎，都这么晚了，他还不回来，是不是去做化疗了？当然去做化疗了，癌症晚期嘛。哎，我们女儿都回来了，那冯洞洞应该也回来了吧？我们去对面看一看。好啊，走。哎，爸妈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别去打扰别人！喂，爸妈，我求你们了，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了。瞧你这个孩子说的，万水千山总是情啊，又没父没母的，他又得了绝症，他多惨呐！几个月了？啊，4个多月了。啊，你刚搬来才2个月吧？之前没见过小直和大乔吧？搬过来才认识的。哦，孩子的爸呢？孩子爸爸不在了。
好可怜呐，怪不得小芝这么照顾你。啊，你今天和大乔是看电影？去完医院看电影。是这样的，邻居大哥去医院做化疗，邻居妹妹去医院做 B 超，所以就一起去了。去完医院后，我送给他们2张电影票，让他们放松心情。你们邻居关系还真好呢啊！就没见过这么好的。我说你呀，之前把前男友介绍给闺蜜，结果人家现在甜甜蜜蜜、恩恩爱爱的，现在倒好了，你是上瘾了吗？又把前男友介绍给未婚先孕的女邻居，人家要是真的在一起，你怎么办？遇到事情都不会动脑筋，就只会骗人，还绝症了，也就你想得出来啊？你当爸妈是3岁小孩啊？你要是真的那么喜欢他，干嘛放他走？你是不是我邱美云的女儿？真让我丢脸！自己不想想，谈了多少次恋爱了？为什么每次都是这种结果呢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反省一下呢？爸爸真是宠坏你了，一丁点不如意就放弃的感情，在你心里面还有多重？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只能把他从我的人生中慢慢的剔除。对他来说，一辈子很长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一辈子很短。我再爱他一个人，我也想过好这一辈子。我蹉跎不起就别再过问。原来爱上你真的需要天分，你就不要再浪费多少余生。回忆总是有熟悉口吻，重复提醒原来的永恒。不舍得醒过来，是因为梦太安稳。邱老，你70岁宴请的名单我已经拟好了，中午在惠德楼家宴，晚上宴请你的几个老朋友，名单请你早餐后确认一下。家宴有几桌啊？目前是3桌，但是我还要确定一下你国外的几个孙子外孙的行程。孩子们在国外忙他们的事业，为了我生日赶回来太麻烦了，叫他们别回来了。那可就由不得你了，先生们再忙也要回来看你。但是，大小姐家的人我还没有打电话确定。不要确定，就小芝一个人。邱老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和你的2女儿多年不来往，又不认可你的女婿，最难熬的是谁？我记得。我来邱家做事的那一年，大小姐还在上高中。一到过年的时候，别人都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来拜年，可大小姐就一个人，还要高高兴兴的。这些年来，为了让你们和好，说尽了好话。可是你的2女儿的性格和你一样，都是性格固执的人。
宁愿为难一个孩子，也不给对方低台阶。您不觉得大小姐现在有点偏讨好型人格了吗？早，田静之。早啊。都是泥，怎么穿鞋啊？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聊聊昨天的事了。昨天晚上的事，对不起啊，以后不会了。我爸妈根本就知道你没得绝症，故意耍我呢。以后不会再出现昨晚的情况了。我不是说昨晚，你不要装失忆。昨天约我出去看电影的人可是你，而我等来的却是白鹿。你们昨天不是玩得很晚才回来吗？既然双方都觉得玩得很开心，那么怎么约上的根本就不重要。好，那你欠我一次约会，再补偿我一次，2次。哎呦，你也没孝附体啊！约会约会，我们俩吃个饭看个电影叫聚会。那就聚会。好，聚会。时间你定，按照你的规则，还是我等你。但是，我希望等来的是田静之。吃错药了？吃错药了，绝对是吃错药了。好，那我想一下。老大，你来了。不是说好了要陪我打一场的吗？啊，来不及换衣服了。30分钟后，我有个商务谈判。那弄脏了你的白衬衫，可别怪我啊。希望你可以做到。老大，你终于同意提高速度跟我打了。你进步那么快，再用普通人的打法，我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况且，这件白衬衫我很喜欢。那我的拳头可有目标喽。不能每天守着白鹿了，是不是有点失落呀？白鹿拒绝我了。你表白了？在我表白之前，准备放弃了？我们有的是时间，现在谈放弃，还太早了点吧？老大，怎么不还手啊？算了，没戴手套，反正不会受伤，也就疼点。来吧。这才有意思嘛！最近工作有什么进展啊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要生气啊！为什么生气？
我后来又做了一次实验，把薛灵桥和田径直的血混合后，注入了我的身体。结果呢？没有产生可以反应。田径直的血似乎成了薛灵桥的血和其他超级人类血之间的融合起来，就像是肥皂水可以让油和水互溶一样。啊，你这么理解也可以。这大概就是田径直能怀上薛灵桥孩子的原因。来，继续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任督六脉都要被你打断了。老大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田径直的血液变化只是个例，具有偶然性。解决繁衍问题的重要性，你是知道的。超级宝宝降生之后，我相信会有大突破的。那就好。不过，薛灵桥会同意他的孩子成为我们的小白鼠吗？不是小白鼠，而是 leader。他会想明白的。好，继续。拿了金腰带，可别忘了我这个陪练。金腰带就算了，先打扮你的衣服再说。喂，我到了。好。警方最新公布的信息：洪世光落网，李延之获得嘉奖。洪世光会有暴露超级人类的风险吗？不用担心，他已经死了。还好没有基因突变，看来我要恭喜小燕了。小舅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警务新闻了？小舅在你眼里就是个满身铜臭味的商人呐。没有。你之前不是跟小池谈过恋爱吗？是负责小池宣传的人知道你，是他们看到的新闻。现在公司啊有很多你的迷妹，都说小池没眼光。哎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啊？小舅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好了，不占用你时间了，说不定现在正有人等着跟你表白呢。小舅，拜拜。什么时候到的？你接邱先生电话的时候。你知道他？见过几次？哦，我忘了。你住小池家对面，他又是小池的小舅兼老板。哎，你约我出来，是要我来陪你喝酒吗？洪世光死了，我听说了。其实我也在关注这件事。洪世光活着，毕竟是个大隐患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还爱着小池。小池也还爱着你，所以他才不希望你牵扯到我的案子里。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你们把对方放在什么位置上，将来打算怎么办，但至少目前是这样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信任我，没有让我惹上麻烦。洪世光是死了，
但好像麻烦更大了。收容所里接走洪世光的，给洪世光租房，为他请护工的人，煞费苦心的隐藏自己，绝对不会是因为看洪世光过得悲惨，所以怜悯他。你觉得那个人是凶手？他做这些很可能是早有预谋，给自己准备的烟雾弹。我之前不就一直怀疑是洪世光吗？如果真是准备好的烟雾弹，那他应该以前就对洪世光和我们之间的事有所了解，所以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原因。那个人很可能是基因突变，早就认识洪世光，而且了解我们，所以才清楚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向。你是来提醒我的？算是吧。洪世光死了，反而要更加小心。我怕那个人对小智不利。我看了小智的直播，他的嗜睡症好像已经好了。是你帮的忙，对吗？确切的说，是我惹出来的麻烦。你有自知之明就好，惹了麻烦就要负责解决麻烦。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？还不知道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麻烦会永无止境。你也遇到麻烦了。大小哥，你回来了。你干嘛？大小哥，你喝酒了？还是跟小燕哥喝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，总不能跟你教跆拳道那些小朋友们喝吧？而且你满脸凝重，绝对是见小燕哥的后遗症。厨房里还有汤，要不要帮你盛一碗？不用了。田静之晚上吃了什么？不知道呀，我5点的时候去公司培训，回来已经9点多了，看对面熄灯了，就没去打扰他。以后你待在田静之身边要机警一点。嗯。大小哥，你要走吗？你不要我和田小姐了，还有小福星。只是提醒你一句而已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对了，大小哥，田小姐今天下午是一个人出去的。她出去过？那回来了吗？周末的
心还残留余温，上一秒还是恋人的身份。有些事已经不可能从熟悉到陌生，只不过是一种过程。眼角微湿的泪痕，表情藏不住心疼，寂寞冰吞，下手毫无分寸。一个人静的只剩下心跳声，那稀薄的温存就别再过问。原来爱上你真的需要天分，你就不要再浪费多少余生去等。请别说你现在还认真，用眼泪蒸发我的诚恳，谁强忍假装转身？原谅我真的没有什么天分，最后你也终于用无声承认。回忆总是有熟悉口吻，重复提醒原来的永恒。不舍得醒过来，是因为梦太安稳。不要以为我住在你隔壁就心存坏意。我们已经分手，你怀孕了，我也不会负责的。再见。